战友为他守墓一生。儿子临死前还在想接他回家。牺牲80年后，这位海军上尉连长终于踏上归途。我是孙春荣，一个打扫战场的人。2015年8月，《潇湘晨报》一篇关于安江镇的报道，无意间揭开了一段被安江本地的志愿者根据报道前往陈连长墓地祭拜，但现场场景让志愿者们无比动容。它路上面其实是一条路，怎么讲，就是每天村里人都在这条路上就走来走去，就相当于在他的身上踏过来踏过去，踏了几十年。湖南和福建志愿者迅速联动，下定决心要为这位为国捐躯的连长找到亲人。为了寻得线索，他们首先在城市宗亲网发布了寻亲信息，可消息如同石沉大海，始终没有丝毫回音。并未气馁的福州志愿者辗转奔波，终于找到了当地幸存的海军老兵林章奇，希望能从他口中探寻到关于陈俊銮连长的蛛丝马迹。最终在海军军官研究班第5期的学生名册上，志愿者们终于看到了陈俊銮3个字，名字下方清晰标注了他的住址。循着这份线索，志愿者们即刻奔赴福州长乐的金峰镇。在金峰镇，志愿者见到了陈连长的儿子陈彩琛。陈彩琛已年过80，中风躺在床上。当听到父亲的消息时，瞬间红了眼眶，他颤抖着地发出声音，但没有人知道他在说什么。他的儿子说：“因为我爸从小是孤儿嘛，教我们都是在外面啊，尽量多帮助人。他有点老人痴呆症，人也瘫痪。他清醒的时候一直交代我们，能把爷爷找回家是最好的。想去找也不知道在哪里。我们从小就知道爷爷牺牲在江西，从来都不知道是在这个湖南怀化。” 1938年，武汉会战结束后，日军沿长江和粤汉铁路向南步步紧逼。为保卫这条通往西南大后方的交通命脉，海军陆战队一部奉命进入湖南。到了1939年，随着战事推进，相关防务延伸到湘黔公路。湘黔公路是通往西南的战略要道，陈俊銮连长便是随部来到湖南安江，最终牺牲在这片土地上。当地村民介绍，陈连长牺牲后，他的战友金路生在连长墓旁搭了个茅草棚为他守墓，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家乡。金路生在当地娶了妻，没有孩子，晚年是村里的五保户，日子过得很潦倒。在后来的日子里，金路生历经磨难，依然不离不弃。每年清明都要用省吃俭用的钱给连长烧纸烧香，直到1995年去世。陈连长的墓地再无人照看，渐渐被杂草覆盖，最终变得荒芜。志愿者们的出现重新唤醒了这段被尘封的记忆。寻亲成功的喜悦却没能让陈俊銮连长立刻魂归故里。因常年卧病，身体虚弱，陈彩琛早已没有力气亲自前往湖南安江去接父亲回家。最终，他嘱托自己的2个女儿代替他从福建长乐出发，奔赴湖南安江，去祭奠从未谋面的父亲。在所有人心中，一个为国捐躯的军人能回到家乡与妻儿团聚，便是对他最好的祭奠。可谁也没有想到，这场跨越千里的接亲，在筹备过程中却遭遇了波折。你去买公墓也要好多钱，如果是自己建墓地，国家前几年的时候，国家已经不让你私人建墓地了。陈彩琛一生生活在农村，本就家境清贫，突如其来的公墓费用让他难以承受，接陈连长回家的事也因此无奈搁置。这份迟来的团聚再次陷入了僵局，这一等便是数年。直到2021年，我们英魂回家项目组与怀化志愿者一起为陈俊銮连长的回家之路打通了关键环节，事情迎来了转机。
志愿者们满心欢喜，迅速联系附近的亲人，想要告知这个好消息。可电话那头传来的话语却让所有人陷入了沉默。遗憾的是，陈巨銮连长的儿子陈彩称已于2年前不幸去世，他终究没能等到与父亲相见的那一天。2021年清明，我们正式启动陈连长回家项目。陈巨銮连长的孙子孙女们特意带来了家乡的酒水，来到了爷爷墓前，他们代替爸爸来接爷爷回家。破头喽，魂归故里喽，一路寻红喽。未曾想到，在连长墓地，我们找了整整1天，没有发现遗骨。村子里的老人说，以前发大水，早冲走了。小时候落大雨嘛，都冲了，都冲天光了，都冲电过。无奈之下，我们和连长的孙子孙女商议，在墓地4周取土，连同连长的墓碑一起带回老家安葬。爷爷回家了啊！爷，我今天可以带回家了。爷爷回家了，爷爷我们爷爷回家，祝你家回家了。当地志愿者举行了盛大的仪式，欢迎连长的凯旋。1931年9月，日寇入侵东北，长江边，黄河滔滔，我热血中华儿女，正直之争，誓死抗战，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英雄辈出。陈家的后代们聚到一起，护送着那一捧从湖南安江带回来的木土，安放在陈巨銮妻子身边。更令人意外的是，在葬礼现场，我们才知道陈连长还有一个养女。他说，爸爸出生的时候骑着一匹白马，这一幕他记了一辈子。古来冇多冇数，住在看马看中的，马看空中的。头发花白的女儿在父亲墓前泣不成声，她终于替哥哥等到了爸爸回家。安葬仪式结束，连长的孙子独自一人去到父亲墓前。爸爸，我把爷爷从湖南安江那边牵回来了，把奶奶从那边那座山移过来，跟爷爷合葬在一起。你的心愿和我们的心愿已经都完成了，你放心吧。2代人跨越80年的执念与期盼，终于在这一刻尘埃落定。只有每一位士兵都回到家乡，才是战争真正的结束。我们找到了他的帽徽。我爸爸临终之前心心念念的就是我的爷爷。2年来回家了。